就像一个真人的秘书一样，帮你去规划完成任务。我们在电脑系统里面的工作主要分为2个部分，一部分呢是 computer use， 一部分呢是 browser use。这个工具的实质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一个 AI 对话的一个平台机制，再加上一个工作的串流平台。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专门的一家或者多家类似管理这样 One Password 的公司，人脸可能指纹都会失效，真实的社交会变得非常的可贵。可能未来用的这种生物的这个特质可能用的是瞳孔识别。这个产品它会进一步的升级、进化和变种。你想，这个产品就是创始人他一个人搞出来的。那么在中国，工程师本来就不贵，我们再反过来想一想，这些大厂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聊天工具，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出这样的产品？是他们能力不行，想象力不行，还是什么原因？看到这个就是我的 QQ 机器人01，我现在可以跟它对话了。而中国开发的这种大模型的云端的配套服务我觉得它是更适合企业端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 AI。这期节目和大家聊聊 CloudBot， 最近火爆全网的小龙虾。这家小龙虾也改名了，最近改成了 Modbot。为啥它这么火呢？它最近忙得很。这期视频和大家聊聊这个火爆现象，这个产品它的本身的机制和本质是什么？这个产品继续演进升级，它会演化成什么样子？并且这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产业机会？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模型厂商开始有一些动作了。这期视频会和大家讲讲我的观察、观点和洞察。在视频的最后呢，也会给大家去演示一下这个产品它玩起来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像类似的这种能办事的 agent， 咱们也不是没见过。之前我测评过的豆包手机，还有前段时间我讲的千问 app， 实际上都是从纯聊天转化成会办事的这么一些产品。但是为什么就是这只小龙虾 CloudBot 这么火呢？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这个产品对于个人的 AI agent，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可以隐约的感觉到某个爆发的节点将要来临了。为什么这个产品像一个贾维斯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冲出来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给了个人第一次有这种行动闭环的感觉，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个可调度的 AI 员工的时代在慢慢到来。你用上这个产品的时候就会感觉这个 CloudBot 就像一个活着的秘书。它和其他的产品不一样像千问的 app， 你需要进入这个 app， 在这里你是把你的浏览器、把你的电脑完全的托管给它的。你只需要在你的聊天窗口，它这里做的是 WhatsApp 和 Telegram， 在这个聊天窗口里面和它对话，给它布置任务，然后呢，它就去跑任务了。跑完任务呢，完成之后，它就给你回复。像不像一个老板，一个 boss， 就在自己的这个聊天软件里面给自己的下属安排任务，你去干个什么吧，你去帮我查个信息，帮我分析个数据，然后把报告交给我，这种感觉太爽了吧！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 AI 员工，而且这种范式、这种沟通的方式，就是把任务布置下去了，然后在聊天窗口报告你进度，报告你结果。它是真的让你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操作者了，是一个决策者了。你想想，再演化下去是什么状态？你只要提供目标，提供目的，那么中间的过程是你的 AI 员工、AI 助理去帮你实现的。这像不像你就是雇了一个 AI 的员工、AI 的秘书比如说你中午想吃饭，你给我安排这个中餐，那秘书嘛肯定不会具体问老板你要吃什么，你要吃爆炒牛蛙还是吃鱼香肉丝，他就会基于对你的认知和判断给你安排合适的餐食。这不就是秘书干的活吗？那么未来我们的工作生活就是我们只要去提供我们的目标，比如说我想吃饭，比如说我需要分析这个表格，然后呢，他把这个饭把这个最后的结果端给你的时候，你判断一下可不可接受，是不是需要修改调整就可以了，中间的过程都没有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后面演化到后面，就是我们去提供目标和最后的结果判断就可以了。那么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连目标都没有，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对话沟通说，我今天要做点什么呢？你有什么建议呢？那未来我们的生活节奏就有可能是这种游戏化的，自己去设置目标、设置任务，让 AI 帮你完成。那么不同的游戏目标、游戏任务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可能我现在说未来我们的工作生活会游戏化，可能有点天方夜谭。
不可信。但是你就想想，你的这些工作过程啊，以后都有 agent 帮你代理了，那么你的任务的目标的设定啊，可能就是你层层关卡，像打游戏一样去找到一些刺激感，找到一些体验感。那么我们的人生方向可能就是一场游戏一样。其实本身我们自己现在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体验嘛，因为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嘛，都是尘归尘，土归土。其实本身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游戏，而以后AI 完全代理了我们这种繁琐的工作之后，就更加游戏化了，就是任务去驱动一个个的这种过程。以后就是我们在这个 app 里面像老板一样发一句话，就有人去跑流程了。我们在电脑系统里面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 computer use， 一部分呢是 browser use。这个 AI 代理呢，实际上啊是将人类的这个操作界面全面的开放给了 AI。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工具的实质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一个 AI 对话的一个平台机制，再加上一个工作的串流平台，把这些网页浏览呀、填写表单呀、后台处理，还有一些 AI 的工具链连接在了一起，并且通过对话的这个工具啊，把它串起来了。一边呢是 computer use、browser use 的全面的操作界面的开放，另一边呢是 AI 的对话机制。整个呢就完成了这个产品的构建。从 CloudBot 这个产品啊，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个人的 AI 助理它的三大要素，我总结下来是这三个：一个是入口，这里呢是 AI 对话的这个窗口，未来呢可能进化升级为其他的方式，可能就是直接的语音唤醒。第二个要素是工作流。这里啊，各种网页的浏览、信息的总结、表单的填写和后台的处理和 API 接口的调用，实际上就是各种任务驱动的工作流。第三个点非常要紧，也非常关键，就是这里的健全和身份，就是授权。如果说你要想让这个 computer use 去流畅的工作，你是需要把你的密码各种授权能够完整的给他的。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专门有一个文档是给你去存储你相关的这个密码和授权相关的这种文件的，它相当于一个 one password 的这么一个文档。你要让这个 agent 能够流畅的运行啊，就必须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授权和身份。那么很多 agent， 包括 Gemini， 包括 OpenAI， 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完成完整的健全和身份的授权，这样子它的整个的工作流就会很流畅，不然很多事情就会卡在这上面。这个 One Password 是一个非常高权限也是高风险的授权和健全，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啊，未来可能会有一个专门的一家或者多家类似管理这样 One Password 的公司。因为啊，如果说我把本身的这个 One Password 和本身的跑这个支付流、跑工作流的这个放在一起的话，其实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呢，如果说我每做一个工作流，每一次调用一个 AI 助手，比如说我今天调用 GPT 的，明天我去调用 Gemini 的，后天我再去搞一个阿里千问的，每一次我都要搞一轮这种授权，其实对于用户的体验也没有非常好。那么如果说我把我的整个的健全授权专门存在一家有公信力的这么一家公司，那么我整个的支付体验和流畅度会比较高。未来呢，我通过一次的授权认证和连接就可以完成了。当然，随着 AI 慢慢发展，大家会发现以后真人的东西啊，就是真正具有生物性的内容也好，这种沟通也好，会越来越可贵。你看，现在它的这个聊天机器人可以和你去聊天，就像一个真人的秘书一样，帮你去规划完成任务。那么未来和你沟通的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人，跟你聊天的就是一个 agent。以后也不是你和这个 agent 聊天，是你的 agent 和他的 agent 在聊天。所以以后这个生物性的健全，不仅是和人的沟通，还有我们的一些内容上面的表达，这种生物性的识别，我觉得可能非常的难，我觉得也会变得非常的重要。比如说现在我发一段我的视频给我的家人，那么他们能不能确认这个视频就是我本人？这个本身这种生物性的真人性的内容的鉴别，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以后会需要相关的这种鉴别的公司和服务存在。那么现在我们用的很多生物性的识别的手段啊，用的是指纹和人脸比较多，中国国内是普及的比较多呢。那么未来啊，这种人脸可能指纹都会失效，真实的社交会变得非常的可贵。可能未来用的这种生物的这个特质啊，可能用的是瞳孔识别，现在瞳孔还没有一种很好的这种仿制的方式吧。这个产品能火遍全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是开源的。哇，它是开源的，对于中国的厂商啊，真的是太友好了。国内的大厂马上跟进部署了云端的基建部署。你看这3连发，首先腾讯是抄的最快的吧，
它率先支持了 CloudBot 的云端极简部署，它搞了一个叫做 Lighthouse， 在上面在这个云服务器上面就可以直接部署 CloudBot 的应用模板，一键就能够完成安装部署。在这个视频后面，我也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用腾讯的 Lighthouse 来进行线上的部署。确实CloudBot 它的整个的权限是开的非常的高的，万一它突然这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把你的这个数据程序山库跑路了，或者说做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操作，可能这个后果是你没有办法承担的。所以很多人建议去玩耍这个 CloudBot 的时候，最好是单独拿一个你不常用的电脑都可以去跑，用 Mac mini 或者用一些普通的电脑都是可以跑的。它对整个系统和硬件的要求并不高，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在玩耍的时候，还是单独搞一个你非常用的电脑，或者说你把这些内容把这些资料都备份的情况下去玩这个 CloudBot。腾讯是最先搞的，没多久阿里云也上线了 CloudBot 的全套云服务，也可以安装线上的云的Multibot 的这个镜像，还有它的这个云电脑也是可以安装的。然后火山呢也过来蹭热度，他们搞了一个 Coding Plan 的套餐来支持接入 CloudBot。这个项目本身是开源的，那么它对中国的这些大模型厂商包括企业是非常友好的。我相信这个产品它会进一步的升级、进化和变种。你想这个产品就是创始人他一个人搞出来的。那么在中国，工程师本来就不贵，大家加班加点干一下就能干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毕竟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那么更多的工程师一起干出来，会有很多变种的玩法，并且它是开源的，还可以接入各种的模型和生态，会有很多的玩法。我们再反过来想一想，这些大厂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聊天工具，像钉钉、企业微信本身就有自己的即时聊天工具，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出这样的产品？是他们能力不行，想象力不行，还是什么原因？我的答案是，当然不是，他们完全有能力干出这些事情。首先人的能力肯定没问题，你去看看那些硅谷的工程师，50%以上都是华人。这个 CloudBot 的创始人自己也说，他本来是觉得这些大的模型公司本来就会推出这个功能。他说他在 GPT-4的时候就想干这个事情，但是他觉得这些大厂本来就会干，自己搞了半天，别人一下就干出来了，所以他就再等等。结果呢，他等了半年，又等了7、8个月，还是没什么动静，他就决定自己开始搞起来。我也不是否定这个创始人，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本身他干这个事情都是属于财富自由之后，自己歇了几年，觉得没什么事干，还是写程序停不下来，就自己搞了这个项目。大家去翻他的简历也是非常厉害的，他的整个的履历非常的光鲜，一张 A4 纸写的满满当当的。但是他的能力再强，我相信这些大的模型厂商公司是能干出来的。比如说你现在打开钉钉的这个 app 最新版的，看到左下角那里有个钉钉 One， 这个钉钉 One 呢，实际上和 CloudBot 的形态也是有点像的。你看它也有什么消息助理、代办助理、日程助理等等，也是一个助理秘书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个也佐证了国内的大厂也是完全有能力干出来的。CloudBot 这个产品从技术上并不是最大的门槛，而这些大的厂商之所以不干，在这种全自动的操作前面保持谨慎。包括我前面测评的豆包手机，它是不是也是在做这个 AI 助理的活呢？是不是也是一个雏形呢？但是它也不敢大面积的推广。再往前去溯源实际上智谱也干了类似的事，他也做了一个 APP，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他当时做的也不是很好，也是做类似的这种 AI 助理的活。因为它也会涉及到很多权限，更多的是风险的考量。这些大的厂商之所以在这种全自动的操作面前保持谨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责任的边界。举个例子，假设他出的这种官方版的类似 CloudBot 这样的产品，你运用这个产品，假设你投资失败了呢？假设你造成了一些社会事件、社会影响呢？如果说是存在它的官方的 App 里面，官方的一个助理完成了一个整个的工作流出现了问题，他就很难撇清关系，会造成一些可能对自己不利的社会影响的事件。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产品是一个开源的项目，相当于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工具属性。我这些大的模型公司，我提供的是云服务器、云电脑，还有一些模型调用的接口，我只是纯的卖工具，而用户怎么用不由这个工具方去负责，这里的责任就非常的明确了。就跟卖菜刀一样，这个菜刀我卖给你呢，你是用它来剁肉，
还是做一些不合规、不合法的事情，那是你的事情。我只是卖菜刀，卖这个工具本身。而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钉钉 One，包括豆包手机，其实都在展示一个趋势。这个节点啊，这个全自动的个人的 AI agent 的节点已经越来越近了。而未来 CloudBot 它的演进方向是怎么样子呢？我觉得从工具方面，或者是从模型能力上面没有太多的花活。未来呢，我觉得它会成为一个7×24小时在线的 agent。首先啊，它是随时待命、随时执行的，这个对于个人是更加友好的。另外啊，它是长短期记忆并存的，它完成的不是单次的任务，而是一次次的去记住我们的偏好，记住我们的习惯，有这个上下文，不用重复去交代任务，并且啊，以后的任务会越来越的产品化和形态化，以后这种通用类的任务会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单独的 agent， 比如说数据分析呀、写报告呀、写邮件呀、查日程啊、做这个健康管理等等等等。看到这个工具啊，我们也看到以后 AI 对工作的这个替代性啊会非常的强。特别是白领的工作，因为白领的工作80%-90%啊，大量的都是在处理信息的工作，而这些 computer use、browser use 的工作 ，AI 是非常擅长的。那么人关键要做的就是设置目的和最终的选择。所以在现在我们稀缺的能力是什么？是问一个好的问题，设置一个合理的任务，并且最后有足够的专业性做出判断、选择和决策。我们的白领工作被批量的替代，那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游戏化了。现在可能你配置一个这样的 AI 助理还很复杂，未来可能每个人都有1000个这样的 AI 秘书来帮你做执行。另外呢，关于中国的机会啊，前面有讲，这里我稍微再深度讲讲。你看，阿里、腾讯、字节其实都上了相关的配套服务，而且我相信这个项目它会进化的很快，因为它是开源的。那么国内的整个的商业模式，包括的人才的结构和成本，与这种开源的项目都是很匹配的，真的有可能会打造出很多生态的产品，去切实的降低企业的效率。未来真的非常多的企业会用上类似这样的 AI 员工。刚刚我也给大家看了这些国内大模型厂商的一些云端的配套服务，它和这个 Cloud 项目本身的区别在于，它是部署在云端的服务器或者云电脑上面的，而 CloudBot 呢，主要是部署在个人的本地电脑上面的。而中国开发的这种大模型的云端的配套服务啊，我觉得它是更适合企业端的。我觉得对于国内当下的核心机会还是在于云端的企业工作流，因为企业的工作事项它是充分结构化的，工作流也比较清晰，而且你处理的很多内容啊可以放到云端，和我们个人的这个事务不一样。我们个人处理还是需要在本地的电脑、本地的这个存储介质上面，但是企业的工作不一样，而且企业的工作呢，它是能够充分的结构化的，包括我这里提到的这个数据分析、投研报告、竞对的监控，那么它就可以整理好之后，啪发到你的这个钉钉的聊天窗口，或者发到你的这个企业的邮箱里面，你就可以直接查看了，定期的帮你去处理这种固定的、稳定的事项，然后你根据这些信息去做及时的判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在云端部署 Multibot 全能助手。这里啊，我们以腾讯的这个 Lighthouse 这里的部署为例啊。首先啊，我们登录到腾讯云的官方网站，在这里啊，它提供一个 Lighthouse， 也就是这里的轻量服务器。点击这里的立即选购，它就会跳转到这个页面。在这里啊，我们选择这里的 Multibot， 接着下面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地域和套餐的类型。如果尝试一下，大家就选择这个瑞慈型或者是入门型就可以。这里我选择一个瑞慈型的1个月的套餐，然后点击购买。好，这里显示购买成功了。他说需要30秒到1分钟给我配置轻量服务器。接着我们回到腾讯量云的这个控制台，看到这里服务器这个位置啊，就显示了 Multibot。我们点击登录，我选择免密登录连接，点击登录，这个就代表我远程的终端登录成功了。在完成这个部署之后呢，还要进行 Multibot 的一个基础配置。在这里啊，复制这个命令 CloudBot onboard， 然后回车，就会显示这个页面。它会问一下你是否知道这个风险，默认是 No 啊，把它变成 Yes， 然后回车。它继续让我们选择这个 onboarding 的模式，有 Quick Start 和 Manual， 就选择 Quick Start， 回车。接着它就来询问你的这个模型的提供商或者授权商 ，OpenAI、Anthropic、Minimax、千问、谷歌的、月之暗面的、质朴的都有。我这里试一下 Kimi 的吧，因为才充了点钱进去，还没用完。我这里选择 Kimi Code 的 API key， 接着就让你输入 Kimi 的 API key。我输入我的 API key 之后回车，
然后选择模型回车，接着是选择 channel， 这里我看基本都是支持的，国际的包括 Telegram、WhatsApp、Discord、Slack 都是支持的，还有 iMessage。国内的包括钉钉、QQ、飞书这种常见的聊天工具啊，都是支持的。然后我们就使用这里它默认的这个 QQ Bot 吧，它这里还备注啊，显示支持群聊和私聊都是支持的。接着选技能 Yes， 然后下面的配置我就是按照它的推荐来走了。它这里让我安装一些新的技能啊，我就先跳过。接着我们到这个地方 QQ 开放平台去申请一个 QQ 机器人。这个 QQ 开放平台啊，大家注册完成过程中啊，需要实名。实名完成之后呢，然后我们进入这个界面，这里是机器人，然后点击创建机器人，我们填好名称、头像和描述，点击确认，然后提交创建，这里显示成功了。然后我们点击我创建的这个01的机器人啊，点到这里的开发管理，这里会有机器人的 QQ 号和机器人的 ID 啊，等会儿可以复制下来使用。到这个位置啊，在机器人密钥这个地方啊，点击生成，然后用管理员的这个 QQ 扫码登录一下，确认一下身份。我这里手机上点击一下确认，它这里会弹出，我们点击重置，这里复制一下这个密钥，然后保存，等会儿使用。我们再重新回到这个控制台的命令窗口啊，我们要把这段命令给到它。注意啊，这个地方的 App ID 也就是机器人的 ID， 这里的 App Secret 也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密钥，要把这里对应的信息啊换成你的对应的那个 ID 和密钥。好，我替换完成后回车。好，这里就显示配置完成了。因为我使用的是免密登录，先复制一下这条命令，回车一下，然后在这里重启 Gateway。好，到这里呢，就整个的安装完成了。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我踩了一个坑，我发现啊 Kimi、智谱还有 Minimax 它是分国内版和国际版的。这个 Modebot 它默认调用的是国际版的接口，但是我给它的这个 API key 啊是国内版本的，所以导致调用失败。所以在这里呢，我又重新换了新的模型，我就换成了千问，因为最近我往里面充了点钱，就换成千问的模型，然后把对应的 API key 换成千问的就可以了。其他的操作都是一样的，你可以从头到尾再重新重置配置一遍就可以了。千问的 API key 是通用的，它不分国内版和国际版。另外还有一些小细节要和大家强调一下，为了保证这个机器人可以正常的聊天，注意到这里的 IP 白名单一定要记得通过编辑把你对应的公网的 IP 放置上去。这个公网的 IP 在哪里找呢？大家打开腾讯云的这个控制台，在服务器这个位置啊，这里有个 IP 地址，就是使用这的 IP 把它这个配置到白名单。完成所有的配置之后啊，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QQ 号来加到你对应的机器人了。如果说你通过这个 QQ 号搜不到，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点击开发下面的沙箱配置，你点击到消息列表配置这个地方，通过添加成员，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如果说QQ 号收不到，你就可以通过二维码去找到你对应的成员，找到你的这个 QQ 机器人。看到这个就是我的 QQ 机器人01，图像名字都是对的。我现在可以跟他对话了，可以看到前面呢是没有调通，这个模型报错，所以没有回复。现在呢我就可以跟他对话了，给他布置任务了，是不是有种很爽的感觉？好，我就开始跟他聊天了。你看，我先问他现在星期几，他很快回答我了，现在是几月几号，星期五。我让他推荐上海有什么音乐会或者演唱会。他说帮我查找，但是他现在说我无法搜索网络上的最新信息，因为我缺少必要的 API key。确实是的，因为我在配置的时候，我只是配置了一个初始的这个接口，它里面中间啊有和我去对话询问我这个搜索的 API 是否要接 Gemini， 让我给相应的 API key 的信息，我这个都是跳过了，就是我是配了一个最小量级、最小可用的这个 QQ Bot，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它能做什么，它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体验一下整个流程。接着我问他，告诉我谁是最美丽的女人，他就直接不回复我了。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然后接着问啊，这个简单的问题，我说今天天气好吗？他就根据我的这个上下文信息，因为之前我问了上海的演唱会啊，他就判断我的这个位置在上海，告诉我上海的天气是多云转晴。其实他还是有一点这个上下文能力还有记忆能力的。然后接着我让他去做一些小的任务啊，帮我整理近30年中国出生人口的数据表并分析啊。他现在到我做节目这个为止还没有给我回复，这个也和我配置的时候没有把这个网络搜索的 API 接口完成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前面所讲的，像这种腾讯云、阿里云的这种 CloudBot 类似这样的配置啊，还是更适合 B 端企业端，他们有固定的这种工作流的这种任务的，会更加适合这种云端的配置。作为个人使用，你本地的资料呀、内容啊都不在这个云端，处理起来其实没有那么方便的。另外，大家如果想通过这种云服务、云电脑的方式啊，去尝试和体验 CloudBot 整个的交互过程和流程，我会强烈建议啊选择腾讯云的这个云配套服务。
相比较阿里它接入钉钉啊，它的整个的流程和步骤啊，相对要简单很多。阿里云接钉钉那套我试了一下，比这个要复杂很多。很多人很多细节和一些基础概念可能 get 不到那个点，所以会导致最后的配置失败。你可以去看一下相关的论坛啊。那个阿里云那边配置钉钉那边的吐槽声要比腾讯这边的配置声音要稍微大。关于这个小龙虾项目，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使用体验。记得关注林姐说 AI，我们下期再见，拜拜。